中越等6国发布声明，开放跨国运输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联通。12月12号至13号，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第8次联合委员会会议在海口召开。中国、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、缅甸、泰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。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成员国将加快推动修订后的路线和过境口岸开放。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联通有何意义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湄公河。湄公河发源于我国境内的唐古拉山，在我国境内被称为澜沧江，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，其干流全长约4909公里，是亚洲第5长河，东南亚第1长河。湄公河的主源在我国青海玉树的杂多县，该河流流经中国、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和越南，最终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注入南海。因其有9个出海口，也被称为九龙江，是沿线各国的部分边界线。万象与柬埔寨首都金边均在岸边。湄公河流域面积81万1000平方公里，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。湄公河干流的河谷较宽，多弯道。它在柬埔寨境内的金边与洞里萨河交汇，进入三角洲。洞里萨河是湄公河的重要支流，发源于柬埔寨和泰国边境，全长400公里。湄公河三角洲又被称为九龙江平原，面积约 4.95 万平方公里，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平原。这里土壤肥沃，平均海拔2米左右，雨热充沛，十分适合农业生产。越南南方60%到70%的农业人口都集中于此。这里是亚洲水稻单产最高的地区，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约有5000万人口。主要的城市有越南的胡志明市、秦居、柬埔寨的金边等。湄公河的主要支流都比较短小，最大的支流是泰国境内的勐河，它发源于呵勒省，全长550公里，流域面积 15.4 万平方公里。湄公河流经地区是非常显著的季风气候，河流的水量随着气候的旱雨季交替而发生极大的变化。同时，流经地区多高原山地，干流上有不少的瀑布和激流，因此整体来看，湄公河的通航能力并不优秀，只有下游550公里可以通航。2. 大湄公河次区域。大湄公河次区域缩写为 GMS， 指的是湄公河流域的5个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云南省。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亚洲开发银行在1992年发起的，旨在通过加强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，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。该区域的总面积约 286.86 万平方公里，总人口约 3.2 亿。合作范围涉及贸易、交通、能源、电信、投资、环境、旅游、农业、人力资源开发9个领域。大湄公河次区域横跨我国与中南半岛，是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重要连接点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这一区域有着极为丰富的水资源，包含多种气候类型，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。此外，还有不少名胜古迹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，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潜力和开发前景。同时，这一区域内还有多个民族，风俗各异，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，文化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，这些共通之处成为湄公河沿岸各国发展的基础之一。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与地区受各种因素影响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，尤其是柬埔寨、老挝和缅甸都位列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。老挝通过与中国合作中老铁路，逐渐从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内陆国转变成交通枢纽国，经济发展机会增多。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的国家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备极强的互补性，都面临产业升级的任务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，完善基础设施，促进经济发展是各国的共同目标。现在，该区域已经成为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，年平均经济增速超过 6%。3. 大湄公河次区域联通的意义。今年7月27号，湄公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。论坛上表示，大湄公河次区域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且充满活力的环境当中，经受住了通货膨胀率上升、全球供应链冲击、高能源和生产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，但面临复杂的形势，需要加强区域合作，推动区域变革增长。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是区域发展的一大推动力。这次委员会议的结果也是加快口岸和路线建设。今年1月至11月，经广西东兴口岸来华的越南游客已经超过12万。加强区域互通也能方便民众的出行。为了促进跨境运输，
大湄公河次区域曾签订过便运协议，也经过多次修订，在原有的基础上，于2019年新增了11条新路线。但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，在诸如关税、出入境限制、货物倒装和转运等问题上无法全然一致。推动口岸开放，加强路线建设，能减少和消除各类贸易障碍，促进商品、技术、资金、人员的有效流通，加强各国在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，推动区域内的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。根据相关数据，2018年我国对湄公河5国的累计投资超过450亿美元。2022年，中国同湄公河5国之间的贸易额为416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%。中国从南美5国进口农产品总额增长22%，加大开放力度，能促进各国合作向纵深发展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湄公河沿岸国家大都饱受电诈、毒品、走私、贩卖人口等地下活动的困扰，区域联系的加强，能使6国在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更加团结一致。